可知谁送过来的？并未看清来人是谁。二爷，此信件涉及七姑娘的清白，这没准儿做不得真呐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给我备车，我要出府。是。二位姑娘需要点什么呀？弟子包间隔壁可还有空位？还有人字号包房。就这间了。哎，好，带姑娘去人字号包房。姑娘，这边请。请。信已经送到爹爹手上了，等一会儿爹爹来了，看那个罗一宁怎么办。客官，请问人字包间怎么走？人字包间啊，往那儿走。你带公子过去啊，这边请。您里面请。请问客官，您是喝酒还是赏曲啊？找人。找人。姑娘，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，七姑娘这次可真是说不清了。父亲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人呢？什么人？父亲何出此言？出来！二爷，你在这里做甚？我和七姑娘来尝尝六合酒肆的新菜。蒋大公子人呢？什么蒋大公子？女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？莫要隐瞒了，为父已经知道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谈退亲之事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日上午六合酒肆人字包间。我约你，你不是约了罗一宁见面，还约在弟子号包间。依莲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。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母亲，我谁也不想要，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，我也定会娶你。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谁要嫁与你家做妾？哎，你放心，你入门为贵妾，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。爹爹，你为何要如此？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罗世伯，我与怡莲心意相通，请罗世伯将怡莲嫁与我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爹爹，我和蒋大公子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他故意引我来的。吴姐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哦，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有意啊。妹妹愿意成全。胡闹！什么成全不成全？婚嫁之事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？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罗大人，反正世侄都要迎娶罗家女，既然您已经知道一切了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，若娶罗家女，必娶罗依莲。爹爹，我小娘这些年在家里吃的苦受的罪，难道您都忘了吗？我可是您的女儿，您难道就忍心让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？爹爹，我绝不做妾。依莲，我虽然不能违背父母意娶你做大娘子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。蒋大公子，我早就与你说清楚了，你为何对我还要纠缠不休？爹爹，你要是执意让我做妾，我今日立刻就死在你面前。哎，依莲，哎，吴姐姐，父亲，既然父亲舍不得吴姐姐，又要顾及罗家颜面，看来如此只有一法了，那就是去向蒋大娘子退婚。罢了，罗蒋两家婚事就此作罢，择日登门退婚。听我说，
蒋先知，你马上就要迎娶高门嫡女，要参加朝廷科考，为了你自身考虑，想必你不会乱说话吧？罗世伯说的是。你们两个，跟我回府。姑娘，现在蒋家的亲事也退了，您怎么还是不高兴啊？父亲视我如脚踏实一般，一定要将我嫁入蒋家。可是对吴姐姐，他却狠不下这个心。您还有老夫人和大娘子啊？是啊，现在也就只有他们了。如今我为了护着祖母，还不得不学了些手段。清雪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之前我就最讨厌他用这种手段了，如今我也变得和他一样。如果他不起害人之心，又怎会入姑娘设的局呢？姑娘不必多虑了。你怎么会那么糊涂呢？小娘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万一爹爹家法伺候我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再哭哭啼啼了。小娘，停！把眼泪给我收住。莲儿啊，你知道你爹多么心疼你吗？你知道你爹爹不舍得让你给人做妾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这个样子，那最后自是小娘来帮你收拾这个残局。来人呐，罚五姑娘打手板20下。是。小娘，我爹都还没有打我呢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你爹罚你是他的事情，你自该有你反省的样子。我不要。把手伸出来。伸出来，快点！打！你这是干什么，月婵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莲儿为何如此胆大妄为？是妾身不好，妾身没有管住莲儿。当初孩子跟我说，他跟蒋大公子两情相悦的时候，我才，实在是没有管教住他。但是我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思慕相公的模样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，才没有管教住吗？可是后来我知道蒋大公子要和依宁定亲，我已经对他再次的劝阻，让他跟那个蒋大公子一刀两断。是我糊涂，我没有管教好，还请官人责罚。责罚？我哪舍得啊！月婵，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，有时候好心做坏事。你又要管家，又要管教莲儿和轩辕，的确辛苦你了。官人，我不辛苦啊，我已经责罚莲儿挨了板子了，她就已经长了记性和教训。老夫人病重的事，我也有错，我愿意为老夫人念经300遍，祈福安康。还好此事并未声张出去，母亲那边身体也无大碍，但是下不为例。官人，我一定会好好管教莲儿的，不会再有这样的越矩之事。月婵，你跟莲儿还有轩辕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放心，莲儿的婚事，我自会放在心上。
母亲。哎呀，怡宁，你可来了！我搜查了一圈，发现在老夫人屋里嚼舌根子的，竟然是我院里的阿月。啊？这你院子里的丫头怎么会跑去木樨堂呢？这个阿月啊，平时擅长料理花草，所以我就把她派去木樨堂替老夫人看管芍药。谁知道她竟然胡说八道，把老夫人给气病了。你院子里的丫头也都是非常牢靠的，怎么会跑到木樨堂去胡说八道？这件事情像是另有蹊跷。你的意思是，她被人利用了？一定是乔小娘，我这就去找她对质。哎，母亲，您先别去，您先坐，别着急。您想啊，这乔小娘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不惜绕到您头上来，说明她就是想把自己给摘干净。要是我们现在去问她，她肯定会说觉得自己委屈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您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能上了那个贱人的当。可是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当时和这个阿月说话的是谁？他说，好像是木樨堂的一个老人，叫吕妈妈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让人把阿月说的话都写下来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吕妈妈也是奇怪，话里话外的都说着罗江两家的亲事，而且还一直提祖母对我很好，说我要嫁过去做大娘子，就好像是要引阿月说我要过去做妾似的。哎呀，阿月也说，就是一直听吕妈妈说老夫人担心您的婚事，才忍不住问了一句的。而且这吕妈妈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在祖母来的时候提起这个话头。唉，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上面的话吧，摊开放在这儿也都没什么错，到头来也只是一个议论主子的罪名。你是说，这吕妈妈也被人收买了？我觉得有这个可能。青渠，你去查一下这个吕妈妈的底细。是。是苏荷香的味道。这乔小娘也太狠毒了，敢对老夫人下手。小娘，怕什么？扣住就扣住了，只要他咬死不放，没人敢拿他怎么样。小娘所言极是。小娘，林大娘子请您即刻去往木樨堂。有说什么事吗？只说让您过去，二爷也在。告诉他，我马上就去。是。父亲，祖母的身体是我们府中的大事，我们府也是世代书香，礼仪规矩在当朝也是堪称表率的。现在府中之人信谣传谣，以讹传讹，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，还希望父亲可以严查，给祖母一个交代。这是自然，不过，这个叫阿月的丫头，不是大娘子院子里的人吗？我听说已经受过罚了。怎么，此事还有隐情？这件事情另有线索，依您不敢不报。由于此事关系小娘，所以把小娘也请了过来。这是怎么跟你小娘也有关系啊？有没有关系，
一审就知道了。妾身给二爷请安，给大娘子请安。月禅，阿月，老夫人昏倒的时候，你跟吕妈妈都在场是吗？是，但奴婢不是有心的，是吕妈妈先挑的话头，非要拉着我说七姑娘的事。奴婢原本是不想搭理的，但是她一直说，还非要选在老夫人每日来院子里赏花的时候。我哪有？你胡说！你自己嘴碎，还怨我？吕妈妈，这袋子银子是在你屋子里发现的，足足10几两银子。你一位老妈妈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？莫不是你偷的？不是。还是说是有人故意收买，让你传话给阿月，传到祖母的耳朵里，害祖母生病啊？不是，那是我儿子给的。他在外头跟人学做了点生意，赚了些钱。你说是你儿子给的？是。可这钱袋子为何有股苏合香的味道？我记得乔小娘屋里一直用这种熏香吧。父亲，妾身冤枉。说起燃素荷香，并非妾身专属，怎么，都突然反咬到妾身的头上来了？若是我冤枉你，那我倒要问问小娘，这吕妈妈的儿子是跟着乔五爷经商的，乔五爷可是小娘的亲弟弟。乔五确实是妾身的胞弟，但是他生意上的事情，妾身真的不知晓。那我怎么听说，这吕妈妈的儿子是您亲自推荐过去的？这话又从何说起？父亲，这件事情若想查明白，找个人去问一下，一问便知。唉，这种没有证据的事情，何必劳师动众呢？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让你祖母赶紧醒过来。父亲，若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人推波助澜，表面上看是无意，实则环环相扣。妾身冤枉，妾身确实没有管好下人，但是伤害老夫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妾身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七姑娘有可能还是因为当年之事对妾身心怀芥蒂，但也不至于诬陷妾身至此。我看你是心虚吧，老是反反复复的提当年之事，当年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够了。父亲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此事关系到祖母安危，还请父亲严查。吕妈妈受乔小娘指使这件事情，的确有点牵强。但是乔小娘掌家不严，发生这种事情当罚。罚乔小娘禁足1月。好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父亲，那掌家之事交给乔小娘，怕就是不妥了。等祖母醒过来，这件事情也是要追究到底的。二爷，妾身也觉得此事欠妥，也要给老夫人一个交代吧。母亲病重，这种事情就不要叨扰老母亲了。既然如此，掌家之权先交给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掌家之权就交给你了。
妾身明白。二爷，月禅，把账目归拢归拢，等母亲醒了，把掌家钥匙交给林大娘子管理。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谁要再敢在木樨堂乱嚼舌根、瞎传话，扰了我母亲，不问缘由，杖50，赶去田庄，生死有命。是。母亲，您别再晃了。哎，依宁，你快掐我一下，这不是做梦吧？你父亲是不是真的把掌家权交给我了？是真的。啊，天老爷啊，真没想到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居然有这样的意外发生。母亲，我相信您的掌家能力一定是很强的。其实吧，这些年我是不屑于与他争，但是没想到这个人这次居然动起了老夫人的坏主意，而且这手呢也快伸到我采妇院了。我不是个无能之人，只是我觉得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呢？既然已经有了新的掌家人，就应该立立新规矩。南风如镜，嗅过人间，海棠依偎，碧池庭前，望茶香，寥寥飘过长街。心若有希，便自青天，家门如祖母，你醒过来了。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有，祖母在看着你呢。快，扶祖母起来，来，慢点儿。我现在就起来，去问问你父亲。我倒要问问他，是怎样让朱由蒙了心，居然答应让你去做妾。祖母，这蒋家是要我过去做妾，但是父亲已经亲自登门去拒绝这门亲事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你父亲啊，这才拿出一点做父亲的样子。你想，我们堂堂罗府，一个嫡女去给人家做妾，传出去，这不是笑掉大牙吗？耻辱！所以祖母啊，您以后别总是听风就是雨，有什么事情要等我回来听我说一说，好不好？祖母知道了。口渴了吧？哎呦呦呦！哎呀！祖母，您院子里的吕妈妈不老实，我已经帮您打发走了。乔小娘掌家不力，管理不好下人。父亲现在已经将掌家之权交给母亲了。哎呦，你父亲那么宠信乔小娘，居然能改了主意。哼，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您不也是一直担心母亲在府里没有地位吗？现在这样的时机，父亲也不好说什么的。是，掌家之权要是交到海如手里，他若是能撑得起来这个家，对他以后是个倚仗，好事，好事情。对，而且母亲呢，为人直率，对人真诚，特别是孝顺祖母，这样也比较安心。我们怡宁真的长大了，
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小女孩了。是的，都怪他乔小娘欺人太甚，那我当然不能善罢甘休。哎呀，宁儿，祖母就是心疼你。你说让你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多的事，听祖母的话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母亲临终前跟祖母说过，她就想你以后的日子要过得好。祖母，宁儿，坐过来。宁儿啊，祖母就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呀，过得安安生生的，找个好人家，夫婿疼你，儿女绕膝。祖母就是明天走了，也甘心了。祖母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姨娘愿意一辈子都不嫁人，就陪在您身边，好好照顾您。好孩子。快起来。这以往啊，林大娘子出于孝道，一直在尽心竭力地照顾我，所以这掌家之事呢，就暂时交给了乔小娘来操持。往后，这个掌家之权就应该归还给林大娘子了。妾室掌家传出去，惹人笑话。日后府里的账目、吃穿用度，都得过了林大娘子这儿才行。婆子们、丫鬟们，你们需要什么，必须禀了林大娘子。是。你们呀，都起来吧。海如啊，以后就得辛苦你了。海如一定竭尽所能，不辜负母亲大人。海如啊，既然要是已经交于你，我看今日就散了吧。既然官人交托我管理罗府，那从今天起，二房的规矩我就重新立一立了。小娘觉得如何？那大娘子说的对啊，一切听大娘子的安排。那就从定省的规矩开始吧。等你禁足结束了，也该开始每日定省了。定省？大娘子说的在理。早在之前，小娘早该来的，但是我身子太弱了，官人心疼我，才不用每日过来定省啊。小娘就是因为平时劳作少了，所以身子骨才弱。这是大娘子的起居注，小娘要做的事情全部在上面，劳烦小娘照做不误。
寅时3刻，小娘须备好洗漱水。寅时3刻，这天还没有亮，这鸡还没有打鸣呢。大娘子每日卯时起床，小娘不提前去采福院候着，难道让大娘子来伺候您吗？卯时起，小娘须伺候大娘子梳洗、更衣、用饭，直至大娘子熄灯入睡，小娘方可回去歇息。大娘子处置府中事务之时，小娘须随时伺候在旁，端茶倒水、捶腿扇风。大娘子乘车外出时，小娘须步行跟随。大娘子训斥小娘须跪受聆讯，不得还口。未经大娘子许可，小娘不得私自外出或者见客。大娘子，这有点太过了吧，爱人？小娘当时选择这条路，心里应该是清楚的。先前我宽容大度过头了，所以小娘才忘了为妾的规矩。官人，你不会也忘了吧？罢了。小娘有何意见啊？妾身没有。那这本册子你就好好收着吧，趁着禁足的时候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李妈妈，奴婢在。明天一早把所有的账簿送到我的房里，一本都不能少。是，大娘子。哎呀，怡宁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被他压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出了这口气。我也替母亲开心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去给你做。还有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找来。母亲，我没有什么想要的，不过还真有件事情想要求母亲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三哥的月历，我想交给我去给他发。三哥，这是在温书啊？怎么叫上三哥了？你也是父亲的儿子，自然以兄妹相称。难道你不愿意？七妹，老夫人身体可好？已经可以下地了。我这次来是特意帮你把这个月的月历送过来。现在母亲掌家，以后你房里的月历都会按足发放。七妹有心了，礼尚往来罢了。母亲是个公道之人，若是你院子里有什么缺少，尽管跟母亲直说就行。好，多谢。告辞。看来这七姑娘是看出来我们帮了她呀，还三哥三哥的叫公子你啊。那又如何？公子，你怎么不再顺势向她借下老太爷的话呀？你这个……哎，公子，晚上准备准备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晚上？把茶拿上。哦。姑娘，您方才说的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当真那天少安是去找吕妈妈的？难道他是故意透露消息给我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我倒不清楚。不过吉墨轩那位并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之后我会叫他三哥。公子，这幅画有先帝题字，会不会都在这里啊？如果你是老太爷，世人皆知你善会松柏，又有先帝题字的画，你会放在这儿吗？也是。
七姑娘确定这会儿不会回来吗？七姑娘此时都会在木樨堂伺候，一般到戌时才会回来。以防万一，抓紧时间。是。姑娘，您累了吧？你刚刚不是说她在木樨堂伺候吗？事出有变，公子怎么办啊？姑娘，老夫人心疼您，今日就不让在跟前伺候了。这几日你也辛苦了，早点歇息休息吧。也不知道杜大夫找的怎么样了。二爷和大娘子应该派人再找了，希望能尽快找到，治好祖母的病。算了，我们今日去母亲那里吧。你让小厨房带点杏仁汤过去。是。刚才说的那个杜大夫，你找人盯一下。明白，公子。接着找。你快让我出去，我快被憋死了！不行，这都大晚上的了，姑娘您还在禁足呢，这可不能出去啊！我要出去找爹爹。自从这次被禁足之后，爹爹可是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以前可没有这样过。姑娘，小娘不是跟咱们说了吗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忍。小娘忍的，我可忍不得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是比不过那个罗一宁的，回头再让他拿住把柄。我怎么就比不过他了？父亲自小宠我，视我如嫡女一般。况且我们还有成器的轩哥呢，爹爹的指望全都在轩哥身上。罗一宁有什么？他除了那个病殃殃的祖母，拿什么跟我比？姑娘，你小声些，您这些话要传出去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是，姑娘要跟他比，这肯定是不在话下的，无非就是小娘怕您多费神罢了。他娘真是抬举那个罗一宁了，你们越是抬举他，我越要治一治他。姑娘，这个，把这个撒到海棠院里去。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不能闻，你机灵点啊！还有，这个事情可不能让我小娘知道。母亲，哎，依宁来了。听闻您这么晚了，都还在忙，所以给您带了一些杏仁汤。都说养女儿贴心，没想到如今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乔小娘这些年是怎么做的账。这要是我手下的掌柜，把账做成这样，早一顿打赶出去了。母亲，您之前还管过账呢。我出阁以前一直帮我父亲管10几家铺子，小时候呢，一到看书写字，我就头疼。这一看算盘和账本，乐意的不行。这么多账本，母亲今日都要算吗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白管家说了，外边还有一箱没抬进来呢。毕竟乔小娘管家这么多年，这账本哪是几天就能看完的呀？不如你也教我管管账吧，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能替母亲分忧。你聪慧过人，肯定一教就会。正好我也需要一个提己的帮手。姑娘，您为什么突然想要学管账啊？大娘子善于经商管账，跟着这样一位老师，能多学点本事，总是好的。说不定以后我就自己当掌柜，开铺子了呢。这罗府家大业大的，哪用得着姑娘抛头露面去赚钱啊？这世事无常，身为女子，还是应该多为自己做点准备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姑娘，雪芝不在，我去打盆水给姑娘洗漱。
姑娘，这是？刚才我屋里有人来过。有人？我出去看看。等等。老太爷的松柏图闻名于世，想必意境非凡吧？只可惜我无缘一见。要是能日日临摹一下，必能有所增进。难道是他？这是在婴儿身上发现的，里头还有些粉末。扔到海棠院去，找一个不太明显也不太隐秘的地方，确保七姑娘可以发现。明白。父亲，我要读书。把手伸出来。干嘛打我？第一，你见我不行礼；第二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见我。你说你要读书，轩哥都已经在学堂读书了，我也要读书。你不能读书，因为你没有资格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那你这个朋友从何而来呀？你天天来偷听我上课，都跟我这么熟了，怎么还怕我呀？啊？哎呀，这都放课了，你还留在这儿读书，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啊。我父亲不准我读书，他很不喜欢我。我是天天溜过来偷听您上课的。哦，那这都到吃饭的时候了，你还不回去吃饭呢？我家里没人管我。唉，来，坐。饿了吧？给。孩子啊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鸟，它3年不展翅，但飞必冲天，虽无名，但名必惊人。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辱是男儿。记住，只要你不看轻自己，然后刻苦努力的学习，总有一天你会翱翔于九霄之上的。老师与我如同再生父母，若无老师当日教诲，就不会有今日的我。他蒙受冤屈，含冤而死，我定要替他讨回公道。大嫂，哎，大嫂，大房那边要是有什么需求，大可过来找我。啊，多谢弟妹，我们大房没什么需求。
回各位娘子的话，老夫人身体已大好，只是今日有些乏，说问安还是免了，还请各位娘子姑娘先都回吧。啊，请母亲多加保重身体。许妈妈，祖母可是又犯病了？要不要请李大夫来？林大娘子、七姑娘，放心吧，老夫人就是昨晚吃了些甜食，睡晚了，今日有些贪睡罢了。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莫论他人是非，管好自己就行了。是六妹先起的头啊，我就随便问了一嘴。可是母亲，这掌家之事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大房管？虽说父亲的官职不如二叔父高，但您出身名门世家，外祖父还曾是翰林院院士，这怎么说您都比林大娘子更有资格。对啊，而且这乔小娘还是个妾室，还掌家了这么多年。够了，为娘不想管这些闲事，我就盼着你们个个都争气就行了。可看看你们现在，每天人云亦云，与市井之妇有何区别？回去各自给我抄10遍女诫。七姑娘，这是大娘子看你们屋里炭火不够，又给你们补齐的。三哥之前受过风寒，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才好。多谢七姑娘，怕是七姑娘提醒林大娘子的。不必客气。本来呢，我是要带点点心过来的，可是昨夜我屋里进了小贼，现在正在排查呢。这可不是小事啊，白管家知道吗？我瞧了瞧，也没丢什么东西，暂时就先别进洞府里了。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小心为上。不用担心，重要的东西我也都上了锁的。那就好。三哥，这院子里的盆栽长得都可好？七妹若是喜欢，稍后我让少安拿几盆过去。好，那就谢谢三哥为我挑选了。这盆栽长得真好。哎，这盆也好看，我喜欢那盆。这一盆是少安之前剪坏的，我还想等它再长长一点再修。我倒不觉得，我觉得它颇有意境，虽然它有些杂乱，但有种蒸蒸向上之意。你看它这个地方，我要是剪上2个挥剑的小人儿，是不是有一种欲比天高之意？七妹真是颇有大志。欲比天高，还是七姑娘懂我。好，那我就再修剪一下，稍后给你送过去。那就谢谢三哥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公子，这七姑娘对我们可真好啊。来看脚印的。脚印？什么脚印啊？我昨天晚上留下的，踩了香灰。公子啊，原来你也会失手啊？那他刚刚没查出什么吧？不过没事儿，公子让我把婴儿的香囊给扔回去，说不准他们会以为那脚印是扔香囊的人留下的。哼哼，那你就小瞧这七姑娘了。方才我观察脚印，血码确实是一样的，可是相同的血码，府内的男子没有10个也有5个，我不能断定就是季墨轩的。可能的确是我多心了，他一直以来对祖父的话都颇有兴趣，而昨夜刚好被动过的又是那些话。早上丫鬟们打扫的时候，在桌子底下发现了这个，这香囊不是我们海棠院的，看着针脚，的确不是我们院子的。姑娘，我曾见过碧莲阁婴儿绣的香囊，和这针脚相似。姑娘，这个香味不太对劲，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？姑娘，我曾见过碧莲阁婴儿绣的香囊，和这针脚相似。姑娘，这个香味不太对劲，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？姑娘，这个香味不太对劲，会不会是昨夜那个小贼落下的？
即使他起疑了，一个脚印也证明不了什么。但就是他把话给藏起来了，这以后想要找就不容易了。这七姑娘也真是的，我们又不是她的敌人，她干嘛防着我们啊？在这个府里面注意点是没错的。哎，说不定她看见那个香囊，会明白是我们给她提的醒。希望这七姑娘能聪明一点，不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接近她，别东西没到手，又被乔小娘送回别院去了。哼哼，没那么简单。乔小娘这回是碰到硬茬了，修完了拿走。是。对了，雪芝，这香囊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哦，在香炉旁的桌子底下找到的。他们扔了药粉，为何会把香囊放在桌子底下，这么显眼的位置？兴许是做贼心虚，毛手毛脚的落在那儿了。与其说是被落下的，倒更像是有人故意放在这儿。姑娘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有人在帮我。姑娘，姑娘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这是一种药粉，沾上便会起疹子，不过不至于威胁生命。这碧莲阁的人存心想要害我，看来我也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了。月禅那边是不是已经解禁了？是，但小娘的身体一直不适，都没出过院子。二爷要去看看吗？不必了，你去找个大夫给她瞧瞧去。是。父亲，你不在自己院里待着，跑出来做甚啊？我刚给林大娘子送完盆栽，准备回去了。你倒是挺会见风使舵，满脑子的心眼儿。你这秉性不端的样子，让我想起来。着急忙慌的做甚啊？父亲，您去看看小娘吧，小娘她……我已经让白管家去请大夫了，倒是你，内宅的事情少管，好好读书。你知道为父对你的期许。孩儿明白。但是父亲，小娘解禁之后，因为自责病情愈发严重，小娘这也是心病啊，您去看看她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别动这个！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你别拿！别动了，姐！看我打不死你！你看我打不死你！我母亲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，我六弟弟。六弟弟，你该叫我六舅舅。这位就是我心里经常跟你提起的七姑娘怡宁。打招呼啊！七外甥女。六舅舅好。别怕，富贵就是喜欢你。富贵，这名字倒是挺别致的。自然，我这娥的名字取自一首诗。生前富贵草头露，身后风流陌上花。意思是说啊，这人间的富贵啊，根本就不足挂齿，不足留恋。六舅舅，好才学。什么好才学啊？整天就不走正道。我父母啊是老来得子，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。可这个人呢，从10岁以后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真是为他操碎了心，这不是想着罗府是读书人家，所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，过来沾沾罗府的书香气。哎，七外甥女啊，久仰你大名了啊！今儿见到真人了。六舅舅严正。对了，送你一个礼物，我自制的桂花头油。怎么还有？你让我看看手里还有。母亲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！别藏哪儿的？你让我看看。剁碎了！还有，你让我看看，到底别动了！你还敢捡？我的面乳，我的胭脂，我刚挑出来的。别动了，母亲。全都碎了。我知道你有重要的事啊，晚点回来我再收拾你。还有你啊，
走吧，母亲。晚点我再回来收拾你。富贵，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母亲，您也消消气。我来找您是因为乔小娘的事情。她又怎么了？这怎么彩姐姐这么不消停呢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上次您给我的账目。这账本我都看过了，里面的云锦、人参、茶叶还有燕窝，确实都记得不清楚。我去库房也对了，就是对不上的。还有我们家租出去的店面比其他店铺租出去便宜许多呢。你看，一点就通，还是聪明。瑞香，去把乔小娘叫来，我要跟她对账。是。母亲，我还有一事要求你。怎么能是求呢？说吧。我想要一位老妈妈。老夫人不是刚给你院里送去4个妈妈吗？怎么，用着不称心啊？不是的，我想要乔小娘院里的李妈妈。哦，那我给你想想办法。知不知道林大娘子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只说让您过来，没说缘由。这个林大娘子自从管了家，3天2头的找我麻烦。待会儿要有什么事，直接去找二爷啊。哎，拜见大娘子。哎呀呀，小娘，哎呀，头还是疼。小娘，您没事吧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头，哎呀，头特别晕。慢点。哎呀，坐下舒服了吗？舒服多了，谢谢大娘子体谅。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2件事。第一，这府里各房各院的丫鬟和妈妈是有定数的，这个你都知道吧？知道。你一个妾室，房里有8个丫鬟，6个妈妈，比我一个正式房里的下人还多。就算老爷再宠着你，这也说不过去吧？大娘子说的是，可妾身有孩子，妾身有2个孩子，这下人多了点儿。有道理。不过也就2个孩子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不如把怡莲和轩哥房里的下人都撤了吧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能撤呢？我这也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儿。你是觉得不妥吗？大娘子说的是，那就按照大娘子说的办。瑞香，带人去碧莲阁整治吧。是。第2件事，既然罗府现在是由我来掌家，那我们俩就把之前的账对一对。你们干什么呢？趁着小娘不在，就敢动我们碧莲阁的人！小心小娘回来，剥了你的皮！乔小娘现在在彩福院伺候着，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。燕二姑娘要不要跟我回彩福院问个明白？瑞香，在这里做甚呢？回二爷的话，乔小娘院子里的人比老夫人院子里的人都还多，大娘子觉得不合规矩，特派奴婢来整治。爹爹，这是发生了什么呀？姑娘，他们要把我们的人带走。带走？爹爹，都要带走吗？那莲儿岂不是连个梳头的人都没有了？啊，还有轩哥屋里的，怎么连轩哥屋里的人也被带走了？大娘子说的也有道理，这院里的人呢，实在太多了。那请父亲留下李妈妈。李妈妈是从小看莲儿长大的人，莲儿舍不得她呀。姑娘，爹爹，爹爹。姑娘，姑娘，莲儿，快去叫大夫，快去！莲儿，莲儿。府里购买的20匹云锦都分发到了何处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大娘子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？
这些年你的账都是怎么记的呀？来了多少，去了何处，都应该记得清清楚楚。还有，这些茶叶和补品，只有入账，出账写得很含糊。这个月库房都清点了一次，东西确实少了不少。你把我圈出来的这些内容都整理一下，分发到了何处，记入账册。是。还有，我真是没想到小娘如此的心善，把我们田庄和铺面远低于市价的租金给租了出去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给你们娘家人用了呢。大娘子，当时妾身也是第一次涨价，不太懂，因为签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价格就低了点儿。那做生意也不能赔啊。而且田庄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，我把那些掌柜都换了，底下的人没能力就应该当机立断的换，毕竟我们罗府一大家子人还等着吃饭呢。是。哟，官人来了！官人，进来呀！啊，官人是来找小娘的吧？我是来找大娘子的。官人坐呀，官人坐呀。哦，官人你坐吧。官人坐。官人是从碧莲阁来的吧？啊，海如啊，这小娘管家的确有点疏忽，但怡莲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是娇养，你突然把她身边的人都带走，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啊。我知道官人心疼五姑娘，但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想必官人比我更清楚齐家治国的道理吧。凡事要没有个规章制度，便家宅不宁。五姑娘已经到了该婚嫁的年纪，等她出嫁以后，必定也是一府的大娘子，应该从现在学起，由己推人，就做到守制，不是吗？大娘子言之有理。那除了贴身丫鬟和李妈妈之外，都按照你说的办吧。怎么样，药起效了没？你到底有没有放啊？奴婢放了，特别是七姑娘的香盒放了不少。奴婢也不知道怎么这个药迟迟不起效，会不会是药粉自身的问题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找舅舅花大价钱弄来的。要么姑娘再等等。真不知道养你有什么用。还在这跪着干嘛？还不去帮我盯着，有消息再告诉我。是。